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很多人都认识，但现在争议非常大的美股 PayPal， 股票代码 PYPL。它曾经是金融科技时代最耀眼的支付王者，疫情期间股价最高冲到$300以上，现在跌到$40多附近，市值只剩$400亿左右，市盈率大约8倍。一个曾经被市场当成高成长平台定价的公司，如今被扔进了价值股的篮子里。PayPal 现在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故事有多新，而是账面现金流还在，回购还在，用户规模还在，但市场信心已经掉到很低的位置。今天我们就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把这家公司拆开看一遍，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PayPal 的故事要从一个非常硅谷的场景开始。1998年前后，互联网刚刚从概念走进商业世界，大家都在想一件事儿：如果未来越来越多交易发生在线上，钱怎么在网上安全移动？ Max Levchin、Peter Thiel 和 Luke Nosek 最早成立的公司叫 Confinity， 一开始并不是要做今天这种支付巨头，而是想给掌上设备做安全软件。这个方向后来没有跑出来，但团队发现另一个更大的机会，让人们通过电子邮件赚钱。另一边 Elon Musk 创立了 X.com， 想做一个网上银行。两个团队一开始还是竞争对手，后来合并到一起，集中火力做在线支付。 PayPal 真正的爆发来自 eBay。 20多年前 eBay 上有大量个人卖家和买家，大家需要一种比支票更快、比银行转账更方便的付款方式。 PayPal 正好切中了这个痛点，买家不用把信用卡信息到处填，卖家不用等支票寄来，交易速度一下子被拉快。2002年 PayPal 上市，同年被 eBay 以15亿左右收购。那时候的 PayPal 像是 eBay 这座大集市里的收银台，离开 eBay 很难想象它后来会变成独立金融科技公司。后来故事又转了一次，2015年 PayPal 从 eBay 分拆出来，重新成为独立上市公司。那几年全球电商高速增长，移动支付普及， PayPal 看起来站在所有正确的趋势上。它有消费者账户，有商户关系，有跨境支付，有 Venmo， 还有 Braintree 这样的商户处理业务。疫情期间线上购物爆发，市场把 PayPal 当成未来10年的数字钱包入口。股价在2021年7月创下$305.88的历史收盘高点。现在回头看，那不是一个普通高点，而是市场对金融科技想象力最满的时候。从$300多跌到$40多，表面上像是公司突然不行了，但财报不是这样显示的。PayPal 最新一个季度净收入$83.53亿，同比增长7%，总支付金额达到$4640亿，同比增长11%，活跃账户4.39亿，同比增长1%，支付交易次数达到65亿笔，同比增长7%。也就是说 PayPal 的网络还在运转，钱还在平台上流动，消费者和商户并没有一夜之间离开。问题在于，这种增长速度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让人愿意付50倍、80倍市盈率的增长速度。这个东西简单解释一下， PayPal 的生意本质上就是站在消费者和商户中间，帮助交易更快、更安全地完成。消费者点击 PayPal 按钮，选择银行卡、银行账户、余额或者信用服务完成支付。商户为了提高成交率，减少欺诈，获得跨境收款能力，愿意把一部分交易额交给 PayPal。PayPal 收到的主要是交易手续费，另外还有一些来自资金余额、合作服务、网关、订阅和贷款相关的收入。它不是 Visa 和万事达那种纯粹的银行卡网络，也不是银行，而是一个拥有消费者钱包和商户处理能力的支付平台。PayPal 最值钱的资产过去一直是它的品牌结账按钮。很多消费者在陌生网站下单时，不想把信用卡信息留给每个商户，看到 PayPal 会觉得更安全。很多商户也愿意放 PayPal 按钮，因为它可能提高转化率。这就是 PayPal 的双边网络，消费者觉得方便，商户就愿意接入，商户越多，消费者越常用。但现在这个网络正在遇到压力，苹果支付、Shop Pay、
Stripe、Adyen、Block、Google Pay， 还有各大银行和本地支付方式都在把线上结账变得更快。以前 PayPal 是少数几个能让人放心付款的按钮，现在选择多了，按钮本身的稀缺性就下降了。PayPal 这些年也不是只靠一个按钮吃老本， Braintree 帮他切入大型商户和移动应用支付， Venmo 帮他抓住年轻消费者， Zoom 帮他做跨境汇款， Honey 曾经被用来连接购物前的优惠发现和购物后的支付完成。问题在于，这些资产放在一起听起来很强，但它们没有自动形成一个更大的消费闭环。消费者可能用 Venmo 转账，用苹果支付在线下付款，用 ShopPay 在独立站结账，用 Stripe 支持的商户完成卡支付。PayPal 手里有很多好零件，管理层现在要证明的是这些零件能不能重新拼成一台运转更顺的机器。这也是最新财报里市场盯得最紧的地方。PayPal 一季度总支付金额增长 11%， 看起来不错，但品牌结账的增长只有低个位数。管理层披露，品牌结账总支付金额按汇率中性口径增长大约 2%， 比前一个季度的 1% 略有改善。这个数字很微妙，它说明核心业务没有完全停住，但修复速度也不快。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这里要看的不是一个季度好不好看，而是这个结账按钮还能不能重新获得定价权。只要品牌结账持续弱， PayPal 的利润质量就会被市场打折。再看利润表，问题更清楚。PayPal 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 1.34 美元，同比增长 1%， 调整后交易利润美元数 3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调整后经营利润 15.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5%， 调整后经营利润率 18.4%， 比去年同期下降229个基点。收入增长还在，但利润率被压缩了，原因并不复杂。PayPal 需要重新投资消费者体验、商户产品、人工智能、风险控制和新增长业务，同时交易成本也在上升。低估值可以保护下跌空间，但如果利润率一路下滑，再低的市盈率也会失去吸引力。现金流是 PayPal 目前最重要的底牌。公司一季度经营现金流 11.3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 9.03 亿美元。如果剔除先买后付应收款出售时点影响，调整后自由现金流达到 1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公司还重申2026年全年预计调整后自由现金流超过60亿美元，并计划回购约60亿美元股票。对于一支市值大约4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60亿美元回购不是小动作，相当于一年回购接近市值的 15%。这里就是价值投资者最感兴趣的地方。如果业务不崩，持续回购会让每股价值慢慢变厚。资产负债表也值得放进价值投资框架里。PayPal 一季度末现金等价物和投资合计135亿美元，债务116亿美元，整体不是那种靠融资续命的公司。它的商业模式轻资产，资本开支相对收入并不高，核心价值不在厂房和设备，而在风控系统、商户网络、消费者账户和交易数据。这样的公司一旦增长恢复，现金流弹性会很明显。但如果增长停滞，账上现金也不能自动解决入口被抢的问题。价值投资不是只看资产多不多，还要看这些资产能不能持续创造更高的利润。一季度 PayPal 已经回购了大约3400万股普通股，向股东返还15亿美元。过去12个月累计回购约1亿股，返还60亿美元。更有意思的是，公司还宣布每股14美分的现金分红。这对 PayPal 来说是一种身份变化。过去它是成长股，市场希望它把钱投到扩张里。现在它开始分红回购，强调纪律，像一只成熟现金流股票。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这既是好事也是提醒。好处是现金能回到股东手里，提醒是公司可能已经不再拥有以前那种轻松的高增长机会。管理层变化也很关键。2026年2月 PayPal 宣布 Enrique Lores 出任首席执行官，3月1日正式上任。
他之前领导惠普多年，也参与过惠普和惠普企业的分拆，特点是成本纪律、组织重整和复杂公司转型。PayPal 官方公告里也写得很直接，董事会认为公司过去2年的变化和执行速度没有达到相对于竞争格局和行业发展的期待。换句话说，新任首席执行官不是来锦上添花，而是来处理一个成熟巨头的再加速问题。PayPal 现在的转型重点可以分成几个更容易理解的方向：品牌结账按钮要变快，减少用户放弃付款的摩擦；Venmo 要从朋友之间转账工具变成更能赚钱的消费金融入口；商户端要继续提升支付处理、欺诈管理和开发者体验；人工智能购物入口要争取让 PayPal 在新的消费场景里继续出现。OpenAI 和 PayPal 在2025年10月宣布合作，PayPal 钱包将接入 ChatGPT 里的即时结账，并且 PayPal 也会支持 OpenAI 的即时结账支付处理。这个合作短期不一定立刻改写财报，但它让 PayPal 至少没有缺席下一代购物入口。Venmo 是这家公司最容易被普通投资者理解，也最让人纠结的资产。很多美国年轻人请朋友吃饭、分房租、转账都会说一句 Venmo me， 它有很强的文化存在感，但文化存在感不等于利润。PayPal 过去很长时间被市场批评的一点就是 Venmo 使用量很大，商业化却没有完全打开。现在管理层正在把 Venmo 往借记卡、信用卡、商户支付、分期、奖励和金融服务方向推。这个方向成功， Venmo 就不只是年轻人的转账 APP， 而是 PayPal 重新抓住消费者日常支付习惯的机会。这个方向推进慢， Venmo 就会继续停留在流量资产和品牌资产，而不是利润资产。同类公司对比会让 PayPal 的位置更清楚。Visa 和万事达是支付世界里最优质的商业模式之一，他们不承担太多消费者获客成本，不直接面对大规模客服和钱包体验问题，更多是在全球银行卡网络里抽很小一层费用，规模巨大，利润率极高，护城河也更稳定。所以 Visa 现在市值接近6900亿美元，市盈率接近20倍。万事达市值约4400多亿美元，市盈率接近29倍。市场愿意给他们更高估值，是因为他们的增长可能不惊艳，但确定性更强。Block 的故事和 PayPal 更接近，但更偏消费金融和中小商户工具。它有 Cash App， 有 Square 商户系统，还有先买后付和比特币相关业务。Block 当前市值约465亿美元，比 PayPal 略高，市盈率却高很多。一季度 Block 毛利润达到29.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7%。Cash App 毛利润19.1亿美元，同比增长38%。Square 毛利润9.82亿美元，同比增长9%。Block 的吸引力在于增长更快，风险在于业务更分散，监管和比特币敞口更复杂。PayPal 的增长慢，估值低 ；Block 的增长更快，估值更贵。这就是两个不同投资框架。Adyen 和 Stripe 则下代表另一条路，他们更像商户支付基础设施，重点是帮大型企业和平台处理全球支付、反欺诈、本地支付方式和资金流。Adyen 一季度净收入6.2亿欧元，同比增长16%，处理金额3820亿欧元，同比增长21%。Stripe 仍然是私有公司，最新员工股份出售，对应估值达到1590亿美元。PayPal 跟他们相比，优势是消费者品牌和钱包，劣势是商户端开发者心智和现代支付基础设施的增长感不如 Stripe、Adyen 那么强。苹果支付是 PayPal 在消费端最直接的压力来源之一。以前用户在线上结账需要记密码、填卡号、确认地址，现在很多人在手机里用面容识别就能完成支付。苹果掌握设备入口，天然贴近用户。PayPal 的品牌信任仍然存在，但它不掌握手机操作系统，也不掌握浏览器默认入口。价值投资者必须承认这一点， PayPal 不是没有护城河，而是护城河正在被新的入口慢慢侵蚀。它需要用更快的结账体验、更好的消费者权益、更强的商户工具
和更精准的风控来守住位置。现在回到估值，44美元左右股价对应市值约407亿美元，市盈率约 8.3 倍。按照公司全年调整后自由现金流超过60亿美元计算，自由现金流收益率看起来非常高。如果公司未来几年每年都能产生50到60亿美元现金，并用大部分资金回购股票，那么哪怕收入只保持低个位数到中个位数增长，股东回报也可能不差。这是看多PayPal最朴素的逻辑，不需要它重新变成300美元的成长神话，只要它不继续恶化，当前价格就有修复空间。但价值投资最怕的恰恰是看起来便宜。8倍市盈率可以来自市场错误，也可以来自盈利即将下滑。PayPal 的风险清单并不短，品牌结账增速仍然低，活跃账户增长只有 1%， 交易利润率被压缩，苹果支付和 ShopPay 继续抢入口， Stripe 和 Adyen 抢商户基础设施， Block 抢年轻用户，银行和信用卡网络也不会把支付利润拱手让人。PayPal 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它的用户规模很大，但很多用户并不是每天打开 PayPal。当支付变成一个隐藏在结账页面背后的动作，品牌存在感会被削弱。价值投资者可以把 PayPal 拆成2种情景。乐观情景里，品牌结账增速从低个位数慢慢恢复， Venmo 商业化继续推进，人工智能购物和即时结账给 PayPal 带来新的流量入口，成本重整释放利润，60亿美元级别的回购持续减少股本。这样一来，市场不需要给它20倍市盈率，只要从8倍修复到12倍到15倍，股价就可能有明显弹性。悲观情境里，品牌结账继续落后，回购只是抵消利润下滑， Venmo 变现慢，商户转向更便宜或更现代的支付服务商， PayPal 变成一只收入微增、利润率下滑，每年靠回购维持每股收益的成熟公司。这样看，低估值就不是机会，而是市场给它的合理折价。我更倾向于把 PayPal 看成一只需要用数据跟踪的价值型反转股，而不是闭眼买的便宜股。它的现金流、回购和品牌资产确实给了下方保护，但它的增长问题也不是1天2天形成的。接下来几个季度，最值得盯的不是新闻标题，而是几个具体指标。品牌结账总支付金额能不能从低个位数继续改善？交易利润美元数能不能重新加速？ Venmo 收入和支付场景能不能扩大？调整后自由现金流是否维持在60亿美元以上？回购是否在低价区间持续执行？新任管理层是否能把组织重整真正转化成更快的产品和更好的商户体验？ PayPal 的故事其实是很多成长股最后都要面对的命运。年轻的时候，市场买的是想象空间，成熟以后，市场开始数现金流。以前的 PayPal 是互联网支付革命的代表，现在的 PayPal 是一台还在赚钱、还在回购，但必须重新证明自己增长能力的支付机器。40多美元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很多失望，但还没有自动变成机会。它需要用每个季度的数据告诉市场，自己不是一个被时代绕开的旧按钮，而仍然是数字商业里不可缺少的一层信任网络。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